为什么不少人在75岁这个年纪之后，健康会像掉下悬崖一样急转直下？您是否也曾注意到，身边原本硬朗的长辈，一过75岁，有时只是一场小感冒或一次小意外，就让他们整体状况大不如前，仿佛突然垮掉。这绝非偶然，其实早在这之前，他们的健康账户可能已经被一点一滴偷偷掏空。75岁只不过是临界点罢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其中的秘密，看看是哪5大元凶在暗中伤害长者的健康。很多我们以为对的养生习惯，反而正在加速衰老。早点了解，才能提醒家人提前预防，别再让这些隐形杀手继续侵蚀我们父母长辈的身体。首先要理解75岁的意义。我国内政部统计显示，目前国人平均寿命约在80岁上下，但所谓健康余命更低。也就是说，许多人在约摸70多岁时，各种慢性病与失能状态开始出现，特别是75岁左右，往往是健康的分水岭。不少人在此时进入明显衰弱期，生活品质急转直下。科学家发现，人类老化其实并非线性缓慢进行，而是有几个波段式的巨变。78岁左右就是其中一个高峰。有研究指出，人体在34岁、60岁和78岁出现断崖式老化的3个节点。换言之，过了大约75到80岁这段时间，人体会迎来一波大的老化浪潮。如果平时储蓄在健康账户里的本钱不够厚实，就很容易在这波浪潮中一下子被击垮。那么是哪些因素在默默侵蚀我们的健康本钱，让人体在75岁时难以招架？一位资深医师归纳出5大元凶，提醒家有长者者务必注意。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揭晓这5个掏空身体的黑手，从第5名一直说到第1名。很多真相可能出乎意料，因为他们常常伪装成日常习惯，让人防不胜防。第5大元凶，肠道健康失衡。您可能想不到，关键之一藏在我们每个人肚子里的肠道。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2大脑，也是免疫系统的大本营。人体超过70%的免疫细胞集中在肠道内。年轻时，只要饮食均衡，作息正常，肠道菌群通常能维持良好平衡，帮助消化吸收营养，并抑制有害菌滋生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长者的肠道功能每况愈下，菌相开始失衡，有益菌减少，有害菌增加，肠道屏障变弱，结果就是肠道处于慢性发炎状态，营养吸收也跟着不良。试想，当肠道这座防线变得松垮漏水，食物残渣和有害物质更容易进入体内，其结果不仅是消化不良、便秘、腹泻，更可能引发全身性的慢性发炎反应。很多研究指出，肠道菌丛失衡会让人体处于慢性发炎体质，进一步带来代谢问题，加速老化。所以别小看反复的肠胃不适、排便问题，这些都是身体在向我们挥动黄色警示旗。造成肠道失衡的原因很多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饮食纤维不足。现代人摄取的蔬菜水果不够，而老年人因食欲不振或牙口不佳，更容易偏好精致柔软的食物，导致纤维摄取量远低于标准。肠道就像生态圈，缺少纤维这种益菌的养分，好菌数量会逐渐减少。有的长辈常年依赖软烂的白粥、精米饭，或因假牙不适，干脆不吃蔬菜。久而久之，肠道蠕动变慢，益菌无法繁殖，坏菌却乘虚而入，于是容易胀气、便秘，甚至影响维生素的合成与吸收。再者，药物使用也可能扰乱肠道生态。许多长者长期服用药物，比如降血压药、止痛药等，有些药会影响肠道菌，再加上有的人动辄服用抗生素杀菌，连带也把好菌杀死，导致菌相更加失衡。肠道一旦失衡，后果可大可小，轻则营养吸收不良，免疫力下降，重则慢性发炎，诱发各种疾病。所以守护肠道就是守护长者健康的根基之一。如何改善肠道健康？营养专家建议，长者饮食中要刻意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益生菌来源，例如多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，燕麦、地瓜、南瓜、糙米等谷物薯类，既温和好消化，又能为肠道好菌提供养分。每天至少2份新鲜蔬果。
确保有足够的维生素和纤维。除此之外，可以适量摄取优酪乳、味噌等发酵食品，补充益生菌，帮助恢复菌相平衡。如果牙口不好，难以咀嚼生菜硬果，也可以将蔬菜煮软，打成泥汁来食用。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，千万别仍可少喝水。有些长辈怕跑厕所麻烦，刻意少喝水，结果肠胃蠕动更慢，粪便干结又更加便秘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充足的水分能软化肠内溶物，促进代谢。每天至少1500到2000毫升的温开水，对大多数老人是必要的。只要日常照顾好肠道，把这条消化吸收的管线维护顺畅了，长辈们身体的营养供给和免疫防线就稳固了大半。别忘了，肠道健康长寿才有根基。第4大元凶，慢性发炎，隐性的身体火苗。您可能听过一句话，万病皆起于炎。所谓慢性发炎，并不是发高烧那种急性发炎，而是身体长期处在一种轻微的潜伏的发炎状态。这种隐隐燃烧的炎症犹如没熄灭的火苗，持续损害身体组织，加速衰老的进程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体内对抗发炎的能力下降，更容易累积这些火苗。如果不加以控制，慢性发炎会成为许多严重疾病的温床，包括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关节退化，甚至癌症都与其有关。那么，哪些因素会导致慢性发炎呢？未妥善控管的慢性疾病是头号原因。例如，糖尿病患者因血糖长期过高，血管内壁处在发炎状态，久而久之造成微血管损伤。又如高血压、高血脂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，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发炎反应，导致血管壁沉积斑块。资料显示，超过80%的75岁以上长者都有至少一种慢性病。如果平日没有好好控制，在体内潜伏数十年的伤害会在老年期集中爆发。我们常看到有的长辈年轻时不以为意的三高问题，到了70、80岁突然变严重，引发中风或心脏病，就是常年慢性发炎终于酿成大祸。除了慢性病，本身衰老过程也会引起发炎反应。科学家甚至有个新词汇形容这现象，叫发炎性老化 inflammaging， 指老年人血液中常见各种发炎指标升高，表示体内许多组织器官正处在低度发炎状态。免疫系统好比身体的消防队，年轻时可以迅速扑灭炎症，但老了后反应迟缓，很多小火苗灭不干净，结果星火燎原，影响全身。而慢性发炎带来的伤害是全身性的，它会使血管弹性变差，加速动脉硬化，使得心脏、大脑的供血变差，也可能让关节肿痛、肌肉流失加快，让人感觉整天疲惫无力。甚至对大脑而言，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疾病也被认为和脑部的慢性发炎有关。听起来可怕，因为慢性发炎不像急性感染那样明显难受，它是在不知不觉间蚕食健康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能从生活细节找出一些蛛丝马迹。例如，口腔健康就是容易被忽略的慢性发炎源头。很多老年人饱受牙周病、慢性牙龈炎困扰，牙齿掉落，假牙不合也懒得看医生。殊不知，口腔发炎细菌可能透过牙龈进入血液循环，引发全身性发炎反应，甚至增加心内膜炎、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再如，有些长辈关节疼痛以为是小毛病，其实那可能是慢性关节炎在作祟，也是一种局部发炎状态。如果不治疗疼痛反复发作，炎症因子也会源源不绝地释放到血液中，影响整体健康。还有肥胖问题，脂肪组织，特别是内脏脂肪，其实是会分泌发炎因子的。中老年人若长期腹部肥胖，体内等于一直存在一座发炎工厂，加速对血管和组织的伤害。要对抗慢性发炎，关键在于预防和控管。首先，已经有慢性病的长辈务必规律服药，饮食控制，将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维持在安全范围，别让身体持续处于高压状态。第二，别忽视那些小地方，牙齿该补就补，清洁要确实，定期洗牙检查。关节疼痛不要硬撑，寻求治疗和复健，减少身体发炎源。第三，调整生活习惯来降低身体的发炎反应。例如，饮食方面多吃具有抗发炎作用的食材，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深海鱼、坚果种子，
还有富含多酚的绿茶、姜黄、莓果等等。这些食物中的营养素有助于对抗体内的自由基和炎症介质。相反地，要少吃会加剧发炎的东西，像加工红肉、香肠、培根、反式脂肪、含糖饮料，还有过量的精致淀粉，都会推高体内发炎指数，应尽量避免。运动同样是极好的抗发炎处方间，适度的有氧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调节免疫反应，减少体内发炎物质。最后别忘了情绪管理，慢性的心理压力其实也会引发身体的发炎反应。现代医学已证实，压力荷尔蒙如皮质醇过高时，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失调，诱发炎症。因此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培养抒压嗜好，对年长者而言，并非什么养生笑话，而是真真切切可以延缓身体老化的良方。总之，把那些隐藏体内的火苗一一找出并熄灭，才能避免小病酿成大病，让身体少走许多下坡路。第三大元凶，营养不良与蛋白质流失。这个问题可谓是许多银发族的致命陷阱，往往是好心在养生，结果反而伤了身。很多长辈年过60后就开始刻意吃得很清淡，以为吃少一点，吃素一点才健康。特别是有三高风险的长者，更是惧怕大鱼大肉，红肉不碰，蛋奶少吃，天天青菜豆腐，水果稀粥度日。表面看似很健康，没有油腻，没有负担，但常年下来，身体其实在悄悄地被饿坏了。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肌肉和体能的流失，也就是肌少症。我们下一段会详细说。此外，老人家营养不足时，还容易出现贫血、体重过轻、免疫力变差等问题，整体抗病能力急剧下降。我们经常听到某某长者一场小感冒拖很久，肺炎一来就躺倒。其实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身体营养储备不够，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和热量去对抗疾病和修复组织，才会小病变大病。一位营养师分享过这样的案例，70多岁的王妈妈平时活动量不大，又坚持认为年纪大就要吃少一点。她3餐非常清淡，一颗小馒头就算一餐，有菜没肉也无所谓。结果最近她发现，原本轻轻松松就能走完的马路，现在居然走到一半就气喘吁吁，差点走不动，提个平常的菜篮子也变得吃力。她还以为哎呀，人老了就是这样，但检查结果却发现，她不是单纯变老而已，而是严重肌少症的前兆，而导火索正是长期的营养不良。王妈妈的经历非常典型，值得每位长辈引以为戒。为什么老人特别容易营养不良？原因很多，除了前面提到主观上刻意节食清淡之外，还有生理上的变化。随着年龄增加，人的味觉、嗅觉都逐渐迟钝，食物在老人嘴里变得没味道，吃东西的兴趣降低。如果再加上牙齿掉落，假牙不合，咀嚼困难，更懒得好好吃饭。很多长者干脆以汤汤水水或软烂饭团打发一餐，久而久之，热量和蛋白质摄取远远不足身体所需。此外，老人家的消化吸收能力也比年轻时差，胃酸分泌减少，肠道绒毛萎缩，吃进肚子的养分实际能吸收入血的变少。如果家中长辈出现体重明显下降，脸色苍白，没有食欲，经常疲倦，甚至有些嗜睡，千万要提高警觉，这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衰弱症候群的表现，必须及时调整饮食介入改善，要避免老年营养陷阱。最重要的就是补足蛋白质，蛋白质是维持肌肉量和免疫机能的基石。营养学家建议，银发族每日每公斤体重需要约 1.2 克左右的蛋白质，比年轻成年人还要高一些。也就是说，一位50公斤的老人每天最好摄取60克左右的蛋白质，相当于豆鱼蛋肉类6到7份的量。一份蛋白质大约等于1颗蛋或1杯牛奶、1两肉类的含量。不过，许多长者往往连一半都达不到。像前面提到，王妈妈一餐只吃1颗馒头，恐怕蛋白质连5克都没有。因此，一定要鼓励长辈们改掉只吃青菜豆腐、不吃鱼肉蛋的偏颇饮食。其实，适量摄取瘦肉对老人是有益的。红肉比如牛肉、猪瘦肉富含优质蛋白和血铁，可以预防贫血和肌肉流失。鸡蛋则是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来源，每天至少吃1颗，
豆腐豆干也是不错的植物蛋白。但要注意，蛋白来源多样化，不要只局限于喝牛奶或只吃豆腐，因为不同食物提供的氨基酸谱不一样，均衡摄取才能全面补足身体所需。另外，由于老人往往胃口小，一餐吃不下太多，所以建议少量多餐，分次补充蛋白质。可以将每日餐次从3餐改为3餐加2次点心，在2餐之间加1杯豆浆加蛋或优酪乳加碎坚果，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营养流失。同时，烹调上多花点巧思，提高食物美味度，利用天然香料、葱姜蒜、香草或多样的烹调方式增进食欲。当然，如果长辈牙口实在不好，肉类可以剁碎做成肉末或蒸蛋肉饼，或者以鱼肉、绞肉替代整块肉排，方便咀嚼吞咽。总之，一定要让长辈吃够、吃对，把虚耗的身体重新用营养填满，不要害怕给老人补营养。适当的肉蛋奶并不会害他们，反而会让他们有资本对抗疾病和老化。除了蛋白质，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也不容忽视。老年人常见营养素缺乏，包括缺乏维生素 B 群和铁质导致贫血，缺乏钙质和维生素 D 导致骨质疏松，缺乏维生素 C 和锌影响免疫等。新鲜的深色蔬菜和水果富含多种维他命和抗氧化物质，能减缓细胞老化，应每天确保摄取。例如，深绿色的菠菜、花椰菜提供叶酸和镁，红橙色的南瓜、红萝卜富含维生素 A 含贝塔胡萝卜素，水果如奇异果、柑橘类富含维 C， 有助增强抵抗力。如果饮食实在无法均衡，咨询医师后也可补充适合老年人的综合维他命或特定营养补充品，如钙片、维生素 D3 等，以免营养缺口继续扩大。简而言之，营养就是身体的燃料和原料，千万别让长辈在黄金岁月中因为养生过头而舍弃了足够的养分。毕竟该吃的没吃进去，身体迟早会跟您算账。第二大元凶，活动量不足与肌肉流失。俗话说，人老腿先老，下肢力量被称为生命的支柱，绝非虚言。我们都知道运动对健康有益，但随着年龄增加，不少长辈反而越来越不爱动，觉得退休了就该好好休息，或者担心自己骨头脆、心脏弱，不敢运动。一开始可能只是行动变得缓慢、小心翼翼、少活动，但是长期缺乏运动的后果，很可能比运动风险更可怕，那就是全身肌肉的严重流失。医学上把老年人肌肉力量和肌肉量明显低下称为肌少症。它听起来只是肌肉的问题，但实际上肌少症会引发一连串健康危机，平衡感变差，关节没有支撑，跌倒风险大增，骨骼缺少肌肉刺激，也快速疏松脆弱，一摔就骨折。没了肌肉这个糖库，血糖控制更差，容易诱发糖尿病。更麻烦的是，一旦活动力下降，卧床时间增加，又进一步加剧肌肉流失和各脏器机能退化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许多研究指出，握力、腿部力量等肌力指标和老年人生存期密切相关，肌肉越少，力量越弱，死亡率越高。难怪有人感叹，死亡是从腿开始的。当一个人双腿无力站稳，失去行动自理能力时，其健康状态往往已经岌岌可危。然而，肌肉的流失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发生。一般人在30岁以后，若不进行主力训练，肌肉量每10年大约下降5到 8%。到了60岁往后，肌肉流失速度明显加快，每10年可能掉10%以上。而70岁之后更是进入加速期。有统计估计，70岁以上者肌肉量每年下降约 1%， 甚至更多。也就是说，一位80多岁的长者，如果从不锻炼，体内肌肉可能不到年轻时的一半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体重没变很多，但肌肉都悄悄变成了脂肪和松垮的组织。当然，部分肌肉流失是自然老化无法避免，但运动不足绝对是推波助澜的帮凶。特别是在退休后，很多长辈没有了工作拘束，生活变得悠闲，反而更缺乏动力去活动筋骨。日复一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、下棋打牌，久坐不起，身体机能也在不知不觉中一日日退化。如何阻止这只偷走肌肉的黑手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
动起来，让身体动起来。运动是目前公认最有效防治肌少症的方法。别害怕年纪大就不能运动，其实运动可以很温和，重点在于维持规律。针对老年人的运动建议是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分散到每天。例如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就是很好的有氧运动，不仅锻炼腿脚，也促进心肺功能。如果膝关节不好，还可以改成在家原地踏步，或坐在椅子上做踏腿动作。除了有氧，也别忽视阻力训练。长者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举铁，最简单的方法是练习自重深蹲或使用弹力带做简易的拉伸训练，目的在于刺激大肌群以减缓肌肉流失。举例来说，每天扶着椅背做3组深蹲，每组10下，量力而为，地下蹲再起立，就能明显锻炼大腿和臀部肌肉。也可以做小腿踮脚、腿部抬举这类动作，加强下肢力量。上肢则可以拿小瓶装水当哑铃，做些简单的肱二头肌、弯举等。重点是不管年龄多大，都要给肌肉一些工作，不然他们就会提前退休。当然，运动要量力而为，循序渐进。如果长者过去几乎不动，一开始哪怕每天出门散步10分钟都是好的开始。除了运动，多活动也很重要，别让长者整天窝在椅子或床上，鼓励他们多走动走动，比如饭后站起来在家里踱步10分钟，有空到公园晒晒太阳，顺便合成维生素 D， 强化骨骼，或者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，如浇花、折衣服、简单烹饪等，让身体保持用进废退的良性状态。对于行动不便的高龄者，也可以在照护下进行床边运动，躺在床上做抬腿，手臂举伸，或者坐在床沿练习站起坐下。每一点肌肉刺激都是在为健康储值。当然，我们前一节提到的营养摄取同样要跟上，运动后半小时内补充蛋白质，可以更好的帮助肌肉修复和增长。如果长者肯养成运动的习惯，哪怕开始得晚都不嫌迟。医学研究曾追踪一群80多岁才开始做阻力训练的老人，发现他们的肌纤维横截面积显著增加，肌力提升。这充分证明肌肉是非常可塑的，只要愿意开始锻炼，我们的身体就愿意回馈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80、90岁的长者依然步态稳健，生活自理，无一不是多年持续活动的成果。千万记住，生命在于运动，肌肉也是在用中才能留得住。别让不动成为健康的绊脚石，陪伴长者一起动起来吧。现在我们来揭晓第一大元凶。这个隐形杀手既看不见摸不着，又往往被人轻忽，但它对老年健康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前面提到的生理因素，甚至有专家指出它的危害不下于每天抽15根烟。它就是心理和社交因素，也就是长者常见的孤独与抑郁问题。您可能会纳闷，心理因素真的会掏空身体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心理状态与生理健康密不可分。步入老年后，许多人面临生活圈缩小、亲友凋零、社会角色改变等种种挑战。如果调适不良，很容易陷入孤独感和缺乏意义感之中，长期孤独不安，会在生理上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。首先，压力荷尔蒙飙升。当人感到孤独郁闷时，体内会分泌较高浓度的皮质醇，长期下来会损伤血管，提高血压和血糖，还会抑制免疫功能，使身体更容易生病发炎。其次，孤独的长者往往睡眠品质差，焦虑的思绪令他们难以深眠，慢性睡眠不足则会加速记忆力和思考能力的退化，让人更沮丧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再次，心理上的绝望感会削弱求生意志。我们经常听说某某老先生或老太太在配偶离世后不久，也跟着一蹶不振，身体每况愈下。这并非巧合，医学上甚至有心碎症候群，来形容丧偶后出现的严重心脏衰弱情况。当一个人心理上失去了生活的兴趣与动力，身体机能也会仿佛被按下了停止键，恢复力和抵抗力都大打折扣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社会隔离和缺乏互动对老年人的影响深远。有研究发现，缺乏社交联系所带来的死亡风险和长期抽烟、肥胖、不运动等传统致病因素旗鼓相当。美国前卫生署长报告指出，
长期孤独所造成的健康风险等同于每日抽15支香烟。换句话说，孤独会慢性中毒，没有倾诉和交流的生活，让老人的大脑长期处于低刺激状态，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，失智风险也明显上升。同时，孤独感会影响内分泌与免疫系统，让人更容易罹患各种慢性病。难怪有人说，最致命的疾病是没有陪伴。在高龄社会中，独居长者的健康问题正成为一大挑战。即使物质条件足够，但心理和情感的缺乏仍会让健康走下坡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帮助长者走出心理孤岛呢？家庭和社会的支持至关重要。首先，家人要多花时间陪伴长辈，哪怕只是每天打一通电话，每周抽空吃顿饭，都能大大缓解长者内心的孤寂。鼓励他们倾诉内心感受，耐心聆听他们的烦恼与回忆，给予情感上的回应，让他们知道自己被爱与被需要。其次，协助长者重建社交圈，可以建议父母长辈参加邻里社区的老人聚会、才艺班或庙宇活动，哪怕是一起晨运、下棋、聊天，都能让生活多些人情味。有些地方推行长者志工服务，让健康的银发族去帮助更老或行动不便的老人，既实现自我价值，又结交新朋友，这对提升心理健康很有帮助。同时，别忽视心理健康专业的作用。如果发现长者长期情绪低落、疑心重重，甚至出现睡不着、吃不下、怀疑人生没有意义等现象，很可能已经罹患老年忧郁症，需要寻求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师的协助，透过药物或心理咨商介入。许多老人忧郁是可以改善的，就像治疗糖尿病、高血压一样，把心理疾病也当成需要调理的身体病症来看待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秘方，给长者一个明天的期待。日本的长寿老人常谈到一个词 Ikigai， 意思是生存意义或人生的热情所在。当一个人有事情想做，有责任感，有盼头，生命力往往格外强韧。帮助长辈找到属于他们的兴趣爱好或小小使命，例如照顾一盆花、一只猫，学会用手机和孙子聊天，甚至设定一个目标，我想参加曾孙的婚礼，这些都能成为他们努力活下去的动力。别笑，这些目标微不足道，对老人家来说，心中有期待，就有战胜病痛的意志，有了意志，身体就有了源源不绝的能量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认识了5大掏空身体的元凶，从肠道失衡、慢性发炎，到营养不良、活动不足，再到孤独抑郁。或许您会发现，它们往往环环相扣。是的，健康从来不是孤立的。举例来说，营养不良会加剧肌肉流失，肌肉少让人更不想动，不运动又让肠胃蠕动慢，食欲差，营养就更跟不上，营养差，免疫力就弱，容易慢性发炎。而长期身体不适和虚弱，又让人心情低落，不想社交，陷入孤独。孤独进一步损害身体，如此恶性循环，就像一条越收越紧的链条，最终在75岁这个人生后期的重要节点一下子断裂，呈现出我们开头说的断崖式衰退。幸运的是，链条的每个环节其实都有机会提前修补，只要我们及早发现这些元凶的苗头，就能一一对症下药，把健康的坠崖风险降到最低。最后，我们总结几句：75岁并不是健康的终点站，而更像一面照妖镜，映照出过去几十年我们生活方式的善与恶。那些年轻时轻忽的习惯、透支的身体，到了此刻都会现出原形。如果能从现在开始，无论您是50、60，甚至70多岁，都不嫌晚养成均衡饮食，确保充足蛋白质和营养，每天动一动，练腿练肌，控管好慢性病，并改善发炎体质，重视肠道与口腔健康这些细节，还有保持开朗的心境和社交生活这些努力，会一点一滴地存入您的健康账户。等到了人生的后半场，我们就有足够的本钱对抗风浪，而不至于在75岁这一年陷入手足无措的衰败。请记住，人确实终将变老，但变老的方式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走一条平缓下降的坡道，而不是跌落悬崖。现在，
就请把这5大元凶告诉您的家人和朋友吧，提早避开那些让身体被掏空的陷阱，让我们和所爱之人都能拥有长寿且健康的晚年。毕竟，最好的爱就是陪伴他们健健康康的一直走下去。